美军夜间空运激增，中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马斯克出手切断星链，俄军前线瞬间失联。莫斯科以南突发爆炸，军用油罐车脱轨起火。波克罗夫斯克激战，乌军夺回大片阵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中东局势暗流汹涌 ，X 平台最新流传的消息显示，美国正在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运行动，至少12架美军 C-17战略运输机被追踪到在中东方向高频往返，揭示出一次不同寻常的重大军事调动。这并非偶发行动，自今年1月以来，美军的大规模空运就已持续进行，数十架 C-17在夜间密集起飞。有的单机一晚执行超过10次航程，将装备、弹药以及防空系统不断输送至伊朗周边的美军基地。夜空中航迹交织的景象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问题随之而来，这究竟是为潜在冲突做准备，还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极限威慑？局势正在被推向新的临界点。2月5日，关于美伊核谈判的消息出现了戏剧性反转。先是传出谈判取消，随后又确认谈判照常，再接着以色列媒体直接定调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有结果。最初，美伊双方原本计划在土耳其举行会谈，议题包括3大核心内容：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问题、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网络。土耳其、埃及和卡达也将作为相关方参与。但很快，伊朗提出重大变更，地点改为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只接受与美国的双边会谈，拒绝第三方参与，只谈核问题，其他一概不谈。美国最初同意，但这个决定立刻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随后，美国宣布取消原定2月6日与伊朗的谈判。一时间，外界普遍解读为以色列成功叫停了美伊对话。但剧情很快反转。美国媒体 Axios 披露，在谈判被取消后，至少有9个中东国家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信息，强烈敦促华盛顿不要取消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与伊朗的会晤。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强烈施压下，美国同意2月6日与伊朗在阿曼举行会谈。这些国家的核心担忧只有一个：一旦美伊彻底失去沟通，中东将直接滑向战争。最终，美国让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随后正式确认，美伊核谈判将于周五上午10点左右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并公开感谢阿曼的斡旋努力。所以结论是，谈判没有取消，但它的实质意义几乎为零。2月5日，以色列媒体开始大规模放风，口径高度一致。自从特朗普同意在阿曼谈判并取消土耳其方案后，伊朗就已经赢得了谈判。在以色列看来，伊朗成功把议题缩减到只有核问题，成功排除了土耳其、埃及、卡达，成功避免讨论导弹和代理人问题，而这3点恰恰是以色列最关心的。以色列媒体直言，2月6日的会谈本质是一场危机公关，双方都是为了谈判正在进行这个姿态，而不是为了结果。伊朗不会让步，美国也不可能只谈核问题，所以谈判注定无果。在这期间，有记者直接向特朗普提问：伊朗最高领袖现在应该担心吗？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直白，他应该非常担心，但需要强调一点，特朗普并没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计划，他的目标很清晰，限制伊朗核能力，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射程，确保伊朗无法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如果伊朗不同意，军事打击就会成为选项，但这种打击有明确边界，不派地面部队，以空袭、导弹打击为主，美国主导，以色列参与。这类打击不会彻底改变伊朗政权，真正的看点只有一个：哈梅内伊能否承受这种压力。综合目前所有信号，可以做出一个清晰判断：美伊谈判不会有实质成果，双方都会对外宣称取得进展，但核心矛盾毫无变化，局势将继续升级，而不是降温。2月5日，以色列媒体和以色列军方电台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很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谈判只是在为战争争取合法性时间窗口。
与此同时，伊朗正通过一系列表态展示其强硬立场。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披露，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在视察境内一处地下导弹设施时宣称，随着弹道导弹体系完成关键技术升级，伊朗的整体军事实力和威慑水平已实现质的提升。他表示，伊朗军方已针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充分预案，并扬言在以色列与伊朗爆发的12日战争之后，伊朗的军事思维已发生根本转变，不再局限于被动防御，而是具备主动打击能力，一旦受到挑衅，将予以强力回击。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施压仍在持续升级。华盛顿方面一边通过公开表态释放军事威慑信号，一边不断向伊朗周边地区调动和部署兵力，试图在军事压力与外交谈判之间形成双重挤压，迫使伊朗尽快接受谈判框架并达成协议。在这种高压与对峙交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于周三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伊朗将于6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美国就核问题展开新一轮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度就伊朗问题发出警告，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出现非常不好的结果。3日，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并未透露谈判的具体地点和更多细节，相关安排依然高度保密。然而，围绕谈判内容的分歧正在浮出水面。一名了解伊朗立场的地区外交官透露，德黑兰方面希望调整谈判框架，不仅要改变谈判形式，更希望缩小讨论范围。伊朗明确表示，只愿就核问题与美国对话，而美方则坚持将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活动一并纳入议程，双方立场存在明显落差。白宫方面则试图对外释放稳定信号。新闻秘书莱维特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美伊会谈仍预计在本周稍晚举行，相关准备工作正在推进中。另有消息人士披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将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一同参与此次会谈，使谈判阵容备受外界关注。美国 Axios 新闻网2月3日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此前一度认真考虑过军事选项，但此次推动重启谈判并非姿态性的动作，而是一场相对真诚的外交尝试。多名美国高官强调，特朗普本人并不希望与伊朗开战，真正更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的是以色列方面。报道同时回顾指出，去年的上一轮美伊接触最终以军事冲突告终。当时，特朗普先是默许以色列发动袭击，随后又在6月下令实施午夜重锤行动，美军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局势迅速升级。而第二次尝试发生在去年秋季，美国试图利用伊朗希望避免制裁重启的心理，劝说其放弃高浓缩铀计划，但最终未能取得进展。分析认为，这与伊朗对美国长期积累的强烈不信任感密切相关。尽管目前美国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为特朗普可能动用军事选项做准备，但部分美方官员强调，派遣特使与伊朗方面接触，并非为军事打击打掩护，而是试图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彻底失控。近期，一系列不寻常的动向在华盛顿悄然展开，包括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内，多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高级将领接连访问美国。据披露，扎米尔在会晤中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详细通报了以色列针对伊朗可能爆发战争的攻防预案。但这次密集接触并未改变美国高层的态度。一名美国官员直言，无论是凯恩还是特朗普本人，对是否对伊朗动武的立场都没有发生转变。真正希望发动军事打击的是以色列，而总统目前并不打算这样做。多名美方高级官员进一步透露，特朗普真的不想走到那一步。其中一人表示，去年6月，特朗普曾一度认为伊朗的核活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但如今他已不再持相同判断。Axios 援引消息称，特朗普身边至少3名核心顾问都认为，此时启动军事选项并非明智之举。其中一人指出，在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内，对动武持怀疑态度的声音占据主流。另一名顾问则警告，贸然发动打击，不仅可能引爆地区冲突，还会严重冲击特朗普在中东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战略布局。
尽管如此，特朗普本人在过去1周几乎每天都释放出强硬与克制并存的信号。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美国正在向该地区派遣大型军舰和强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多次表示，仍然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外交窗口是否还能维持，外界并不乐观。一名直接参与斡旋的高级官警察告称，如果伊朗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拿不出实质性让步，局势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急转直下，迅速滑向非常糟糕的局面。特朗普2日下午在白宫再次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同时非常强大的军力也正在向当地部署。他直言，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而在外交博弈之外，军事摩擦也在同步升温。美国军方3日宣布，美军战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击落了一架以咄咄逼人方式逼近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伊朗无人机。仅数小时后，美方再次通报，2艘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操作的炮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骚扰1艘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船员操作的油轮，并威胁登船扣押。谈判仍在推进，军力却持续前压。外交与军事并行的危险平衡，正让中东局势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马斯克出手了，俄军前线的星链网路突然被切断。多方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占领区使用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近日出现大规模中断，直接冲击前线指挥与通信。Astra 等俄语频道披露，几乎整个战线的星链终端被迫停用，影响来得突然且范围极广。这一消息随后得到乌克兰国防部长技术问题顾问谢尔盖·别斯克列斯特诺夫的证实。他直言，星链中断正让俄罗斯占领军面临一场灾难。最直接的后果是俄军指挥系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线通信陷入混乱，多地进攻行动被迫暂停，协调能力明显下降。2月5日起，俄罗斯社交媒体开始大量抱怨星链终端无论重启多少次都无法连接，多个部队单位完全失联。不过，俄方官方尚未做出明确回应，只是否认指挥链崩溃的说法，强调星链对自身影响有限。但问题在于，俄军本就不该使用星链。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马斯克始终明确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系统。前段时间，外界突然发现，俄军前线大量启用星链终端，显然是通过第三国渠道从中东或其他地区获取设备。基辅方面随后向 SpaceX 施压，要求阻止俄军继续使用星链。于是事情就发展成了现在这样。据称，在乌克兰俄战区，超过50万个星链终端已失去连接。客观来说，这次中断也波及了部分乌军使用的终端。但接下来，星链将在乌克兰境内实施白名单制度，所有终端必须重新认证和注册。结果很明确，乌军可以继续使用，俄军将再次被彻底排除在外。与此形成呼应的是，美国五角大楼已邀请乌克兰企业参与新的无人机计划，由切列什尼亚将军牵头的基辅团队将加入其中，他们的无人机技术早已在战场上经受实战检验。欧洲方面，法国宣布将向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追加7100万美元援助，涵盖能源、供水以及卫星通信支持。虽然法国在欧洲大国中的实际投入并不算突出，但如果乌克兰希望逐步摆脱对美国情报和卫星体系的依赖，巴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星链事件已经给所有人敲响警钟，未来在通信与卫星问题上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意外，没人能打包票。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最后强调，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继续使用星链，通信正在逐步恢复，而俄罗斯方面的影响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至于俄军是否能绕过白名单，找到新的替代方案，同样值得持续关注。莫斯科附近再次传出爆炸声，一列满载俄军燃料的油罐车突然脱轨起火，夜空被火光彻底点亮。多家俄媒频道披露，当地时间2月4日前后，莫斯科以南的坦波夫地区接连传出巨响。在米丘林斯克附近，
一列军用运油列车脱轨，随即发生剧烈爆炸。从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铁路沿线被浓烟和烈焰吞没，火势迅速蔓延。最初还有人站在不远处的桥上围观，但随后突如其来的火光和爆炸声迫使他们紧急撤离。画面中，多节油罐车接连起火，燃料发生殉爆，巨大的火球冲上夜空，形成数十米高的火焰云团，场面极具冲击力。截至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就事故原因作出说明，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意外，而更像是乌克兰发动的新一轮远程打击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点距离莫斯科约400公里，看似后方，却并不普通。坦波夫实际上是俄军重要的后勤与物流中转枢纽，承担着向南部战线运输燃料、弹药等关键物资的任务。一旦这里受损，前线补给势必受到影响。进入新年以来，乌克兰围绕莫斯科周边的打击明显加密。仅在2025年，乌军就多次对俄境内关键设施发动袭击。去年6月，俄军用于导弹控制系统生产的 Progress 军工厂遭到重创。年底，坦波夫炼油厂同样遭无人机打击，引发大范围火灾。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正在系统性地将目标对准交通节点、能源设施和军事工业体系。可以预见，未来1年，莫斯科周边的铁路枢纽和军事基地仍将是重点方向。与此同时，俄罗斯多地也同步出现紧张局势。在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名女子携带燃烧装置袭击了一处俄军物资仓库。虽然官方仅通报已将嫌疑人拘留，但现场流出的照片显示，相关建筑遭到严重焚毁。再往南看，罗斯托夫港口在夜间传出遇袭消息。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空中出现密集火光，疑似发生拦截与交战，随后远处建筑升起黑烟。这是乌克兰近期针对罗斯托夫地区的最新一次行动，也被外界视为进一步施压克里米亚方向的前兆。战火正在向更纵深的区域蔓延，俄罗斯的后方安全正在被不断削弱。2月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43天，前线战事持续焦灼，但在多个方向，局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首先看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在苏梅北部发动进攻，但推进受阻，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乌军防线依旧稳固，这一方向暂未出现突破口。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况最为复杂，在西北部靠近格里申一线，俄军持续推进，罗登斯克以及米尔诺赫拉德北部爆发激烈战斗。乌军全力阻击，但俄军仍取得明显进展。战争研究所 ISW 证实，米尔诺赫拉德已被俄军占领。与此同时，俄军正试图复制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推进模式，向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展开新一轮攻势。不过，战场也并非一边倒。昨日最大亮点出现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南方向，乌克兰第110旅成功从俄军第247摩步团和第143机步团手中夺回大面积阵地。这是近期乌军少见的一场重要战术胜利。库皮扬斯克方向受极端低温影响，双方行动明显减少。俄军仅在北线发动小规模试探性进攻，东线基本停滞，乌军也未发起反击，天气成为主导因素。利曼战场双方互有攻防，俄军将进攻重点从南翼转向中路，但依旧未能撕开乌军防线，整体局势保持僵持。尽管冰天雪地，乌军并未放松，各部队正利用战斗间隙积极组织训练，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高强度战斗做准备。再来看空袭与反击。2月5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多地发射183架无人机和2枚导弹，乌军击落其中156架无人机，但仍有16个地点记录到撞击。作为回应，乌克兰发射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备战地区。袭击的连锁反应开始显现。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一座热电联产厂发生爆炸，导致全市大范围停电。别尔哥罗德和罗斯托夫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爆炸，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国际层面，乌克兰继续获得强力支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表示，
国际伙伴已向乌克兰交付总装机容量超过145兆瓦的能源设备，来源包括欧盟、意大利、德国、波兰、法国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涵盖发电机、锅炉和热电联产机组。欧盟理事会已正式批准900亿欧元对乌贷款方案，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300亿欧元用于预算支持，利息由欧盟预算承担。欧洲议会还计划在2026年2月24日召开特别会议，表彰乌克兰人民在抵抗俄罗斯侵略中展现出的勇气。此外，爱沙尼亚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包括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而另一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正在急剧上升。2026年1月，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近一半，跌至2020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彭博社披露，由于能源收入大幅缩水，俄政府正紧急寻找1.2万亿卢布来填补预算缺口。克里姆林宫内部预期与乌克兰的和谈难以成功，这意味着2026年军费支出很可能超过原定的12.9万亿卢布。更棘手的是，乌拉尔原油价格已跌至每桶35美元，而俄罗斯预算平衡所需价格为59美元。同时，卢布汇率持续走强，也低于财政部预期。结果是，预算面临约2.2万亿卢布，相当于1/4能源收入的风险。为了筹钱，俄当局正在讨论一系列非常手段，包括赌场合法化、对钻石征收出口税，以及将冶金、黄金开采和石油天然气企业的环境费用提高数倍。一句话总结：前线仍在拉锯，但后方压力正在向俄罗斯集中。战场拼的是兵力，真正考验的却是经济和承受能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